魏无羡也不逼着他多喝，把水放回桌上，驾轻就熟地替他调了点滴的速率。蓝忘机目光随着魏无羡移动，担心道：“你脸色不好，真的没事吗？”又拉过魏无羡的手，注视着他的双眸，生怕他有伤，不忍着不说：“是不是还是受伤了？别瞒我。”蓝忘机昏迷前最后的记忆，就是他尽全力把魏无羡护在身下，他尚未带着人脱离险境，后脑便是一阵剧痛，直让人失去知觉。因此，他醒来总担心自己没保护好魏无羡，还是让他受了伤。魏婴又向来不爱把这些挂在嘴边说，他真怕又像3年前一样，等他后知后觉地发现眼前人已经遍体鳞伤。魏无羡拉过蓝忘机的手，放在自己鼓起一个小弧度的肚子上，轻声道：“你看宝宝都好好的，我又怎么会有事呢？二哥哥，现在有事的是你。”他亲了亲蓝湛的手心，一双桃花眼在灯光下格外柔和。现在轮到羡羡来照顾二哥哥了。魏无羡偎在他胸口，听着蓝忘机有力又规律的心跳，脑中紧绷的弦才彻底松下来。他大概理解蓝湛在他病时咬牙说的那句话：“我只恨不能替你痛。”蓝忘机捋着怀中人的软发，哄着他：“睡一会儿吧。”魏无羡抬头在他心口处又亲了一口，乖顺道：“那我就睡10分钟，10分钟后，二哥哥要叫醒我，我还得帮你去叫医生来看看。”声音渐渐小了下来，他提着一口气强撑了一天，终于敌不过蓝忘机只言片语的安抚。他很累，可只有在蓝忘机眼前才会表现出来，也只有蓝湛的怀抱才是他得以喘息的一处港湾。蓝忘机低头在他发旋处轻轻落下一吻，用只有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呢喃道：“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蓝曦臣知道忘机入院一事瞒不过蓝启仁的耳朵，确认忘机无大碍后，才赶回去同他说明了情况。第2日一早，蓝启仁出现在病房门口时，蓝忘机站在窗前，刚刚挂完一个电话。他知道片场的事是冲着魏婴而来，醒来的第一件要事自然是排除一切隐患。不过电话那头的人却说事情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，罪魁祸首不会好过。蓝忘机还在猜测是谁下的手，转身就看见自家叔父站在门外。叔父，蓝忘机惊讶之余，行至蓝启仁面前，微微颔首行礼。蓝家书香门第，极重礼数教化，蓝忘机自小受此教育，这些颇有些古板的礼节，在他做来则完全是翩翩君子之风。蓝启仁捏了捏山羊须，点了点头。蓝忘机才直起身来，撞上一旁兄长的古怪眼神。蓝忘机这才想起，魏无羡还躺在床上睡得正香。他从昨晚7点多睡到现在，却还是一脸倦容。蓝忘机实在不忍心叫醒，就任由他枕着自己手臂睡到现在。若不是想起有事要处理，蓝忘机可能会陪着人睡到现在。如果是那样，蓝启仁看见保不准会当场气晕过去。蓝曦臣把叔父带来的药汤放到床头桌，握拳抵在嘴边，夸张的咳了声。床上的人听到噪音，翻了个身，那被子捂住耳朵，继续呼噜大睡。蓝曦臣看向自家弟弟，眼里快要溢出来的宠溺是怎么回事啊？忘机，叔父在这呢，收敛一些。然而蓝启仁看到的依旧是那个淡定的蓝忘机。蓝忘机走至床前，轻轻将被子扒拉下来，露出魏无羡的2只耳朵，用了10分正经的方式叫人起床。他摇了摇魏无羡肩膀，清冷的声音透着温柔：“魏婴，起床了。”魏无羡还闭着眼睛，却把2只手大大咧咧地伸出来，带着没睡醒的特殊嗓音，含糊不清的道：“抱。”蓝曦臣又咳嗽了，这回是真的被呛到了。蓝启仁的脸已经开始开染房了。蓝忘机不好在叔父面前失礼，只好压下他的手，加重了声音：“叔父来了。”这句话对魏无羡而言无异于狼来了。他瞬间清醒过来，转了个身，看见蓝启仁立着脸站在门外。卧槽！他被吓得一个机灵，条件反射地蹦出一句粗话。蓝启仁虽上了些年纪，但耳聪目明，这2个极其不雅的字他听了个清楚，脸更绿了。魏无羡哪能意识到自己醒来的第一句就把这位1年见不到2回又是蓝忘机最敬重的叔父给惹了，动作连贯又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，不料起的猛了脑子，居然一阵犯晕。等他双脚落地，人却有要往前再倒的趋势，不等蓝忘机伸手去扶，魏无羡眼疾手快地抓住桌子，然后就听到一阵哗啦啦的锅碗瓢盆落的声。蓝曦臣目瞪口呆，
蓝启仁一大早起来为忘机亲自熬的药汤尽数被打翻在地板上，古怪的药味立时充斥整个病房。褐色的药汤迅速在地上画出一个地图，慢慢蔓延到蓝启仁脚边。病房一时安静的有些可怕。江城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。说好听点，他是来看蓝湛的；说实在点，他主要是听了绵绵的转述来看魏无羡的。魏无羡知道自己闯祸了，虽然这股难闻的中药味窜进他鼻子里，搅得他直犯恶心，但迫于蓝启仁在场，他不想给蓝湛丢脸，只能强行忍着，低着头等着蓝启仁开口训斥。没穿鞋的脚踏在冰冷的地面，脚趾不安分地拳动着。蓝忘机见状，连忙拿起一旁的棉拖，弯腰要给他把鞋穿上。蓝启仁终于忍无可忍地杵了杵手上的拐杖，开口喝道：“忘机，你这是什么样子？生病受伤的是你，怎么如今却要你来照顾他了？”蓝忘机一边挨训，手上的动作却不停。魏无羡却不肯了，自顾自坐下来，弯下腰要自己穿。只是他将近6个月的肚子到底有些大了，虽不至于弯不了腰，动作却是外人肉眼可见的吃力，甚至有些滑稽。江澄在一旁摸清了状况，见此情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冲着蓝忘机说道：“你愣在那边干嘛？他为了你连命都可以拿来赌，你现在连为他穿个鞋都不肯了。”魏无羡、江澄却不理睬，对着蓝启仁吹胡子瞪眼的脸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往外冒字：“蓝前辈，您有所不知，蓝忘机在魏无羡面前一向如此，你要看不惯，大可以和我一样，所谓眼不见为净，仔细别气坏了身体。”又愤愤道：“如果蓝家不打算照顾我们江家的人，那好办得很，我今天就把人领回家。反正你们蓝家也不打算给他个正经名分，我们江家的人也不是你们可以随便糟蹋的。”魏无羡，你别说了，嘴长在我身上，你还能管我说什么？江澄恨铁不成钢地冲着他道：“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憋屈样，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魏无羡上哪去了？”蓝启仁怒道：“魏无羡如此野蛮粗鲁的样子，如何入得了蓝家？日上3竿还赖在床上，在长辈面前衣裳不整，动作莽撞，忘机与他在一起，哪时不是被连累？蓝家的好名声全毁在他一人身上了。当初与黑道纠缠不清，现在每天抛头露面，拉着忘机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花边新闻，还害得他受伤住院，这就是你们江家人的礼数教养吗？”蓝忘机，叔父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能这样说魏婴。蓝启仁，你到现在还护着他，忘机，你该想想你已经多少时日未曾回家了。叔父今日若是不主动来看你，你是不是准备带着这个祸害躲我一辈子？你可还记得你是蓝家的子孙？你可记得为师教你的圣人之礼？还是要学你那父亲，做个被人非议的痴情种？江澄怕再待下去他会忍不住打人，干脆冲上前拉起魏无羡就要往外走。谁他妈稀罕你们蓝家？